安乐，现在想说的，不止于此吧？你锋芒毕露已成事实，朝廷之中不会因此毫无芥蒂。回京之后，我会上奏陛下，无论是赈灾，还是寻得钟离文贪赃枉法的证据，功劳皆在于你。既然都知道我得罪了忠义侯，太子殿下还要为我上奏，是存心要逼安乐彻底站太子殿下的队，从今往后一条道走到黑呀！安乐，你已卷入朝廷争斗之中，无法脱困，所以我想以太子的身份恳请你留在我身边。太子殿下不肯娶安乐，却要用帝王之术将安乐绑在身边。不知太子殿下是否还记得，我曾对太子殿下说过，只要是太子殿下你祈愿的，我都会尽力为你做到。那既然太子殿下说要做知己，那便做知己吧。既然作为知己都能够来到皇家禁地，安乐应该觉得知足才是。你能答应，我很高兴。只是这太子妃之位虽然不可得，但安乐还是会全力以赴争取。你我并肩前行，未必要以婚嫁之名。啊，那我三问水师的聘礼怎么办？我怎么会那么轻易就放弃啊？太子殿下，那可不是我任安乐的作风。就算当不了太子妃，我也要在离你很近的地方，看看你的心究竟在为谁而跳。那条尾巴，殿下，好身手。不及你。我早料到今日殿下会来苍山，没想到任大人却成了计划里唯一的例外。
你没想到，我也没想到，我们俩都被殿下给算计了。殿下，你这棋下的可真好啊，一箭双雕啊！原来我是被骗来苍山的。殿下，您用千金之躯，只是为了诱我出来吗？毕竟你乃忠义侯座下暗卫之首，大境不世出的剑法天才。殿下是何时察觉我的身份的？你曾效忠我7年，我自是信任你的，不然你也不可能成为我的贴身侍卫，统领太子府禁军。只是此次下江南，忠义侯未免太过心急，务必要在2日之内送到刑部尚书骆明熙手中。属下遵命。他已经走了，殿下是何时发现他有问题？遇刺当晚，我便说过我们当中有人是内鬼。可是我们亲近之人有苑琴、苑舒、温硕、吉利，还有这个简颂。得到闵行账本当日，我便将铜矿下落按照2个时辰的时间差告诉了他。若是他们当中有人透露了风声，那么钟离文那日必然会动手。原来是内侍。那晚的刺杀，不取我和安乐性命，只为给我们警告，也是你的授意吧？殿下与我，毕竟有知遇之恩。可惜你还是背叛了我。忠义侯亦有恩于我，属下不得不做。殿下，接招吧！他不是寒夜的对手。殿下，你心慈手软，可杀不了我。我只知道，你是我7年来的友人。真是殿下值得。殿下早都想到这结局，所以不带一兵一卒来到这苍山，就是为了要留他一条性命。可惜，他太过骄傲，不愿承我的情。他是领了情的，不然殿下也不会毫发无伤。走吧。殿下，殿下与我也是友人与知己相称。若是有一日我对殿下也拔刀相向，殿下。太子带着任安乐去祭拜了太祖，是。难不成真像任安乐所说，
他给太子排忧解难的灵动心思，让太子心动了。赵福，笑什么？老实说。老奴不敢。朕恕你无罪。陛下，您想想，这任大人江南一行，对忠义侯的一系，又是得罪了一遭。太子殿下，若是真的对任大人有意，太子一向嫉恶如仇，朕一早就知道。他早就不满古云年的做派，如今几次三番的给古云年下马威，虽是得罪了权臣，也算在民间树立了储君的威望。如此说来，太子殿下能和任大人默契配合，也不枉了陛下的一片期待。只是太子有朕撑腰，而任安乐也是树了劲敌，只有太子一个人相护，怕是如履薄冰啊。那陛下的意思是，等他们两个回京后，朕跟太子好好商议此事。好。华珍，照我说的做。是。出来吧。大人，新任的府尹已在千月阁的保护下安全抵达江南上任，治理水患的工作也在顺利展开。你办事我总是很放心。大人打算如何处置钟离文？听说这钟离文喜欢给那些不听话的下属穿小鞋，那不如我们也给他做上铁锈鞋，让他也尝尝。大人是在给任大人助兴吧？这钟离文处处和任安乐作对，如今到了我手里，怎么可能轻易放过他？只是任大人现下已经动了古云年在江南的根脉，若是回京，势必会引来更狠的报复。这也是我担心的，所以我刚才已经派人给韩仲远送了折子，因为目前以我们的势力，已经不足以保护安乐了。钟义侯那边，再派人给我盯紧些。是。简宋死了，任安乐还是安然无恙。看来我真的是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。的确，最近来府里的官吏少了很多。哼，他们是怕成为第二个钟离文。这群人也不想想，本侯若是倒了，他们一样一损俱损。侯爷，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？夫人放心，断了骨头还连着筋，陛下是不会轻易对我们下手的。那任安乐呢？只要活在这个世上一天，我就一天心里不能安宁。侯爷，你去哪里？去见陛下，为任安乐请功。
侯爷，你这又是何必呢？他立得大功，难道我还要明面上和他针锋相对吗？夫人觉得呢？过了这道城门之后，风波又会更加激烈了。不过安乐有句话想问殿下：方才在苍山之巅，我亲见殿下下了局好棋，殿下何时把安乐也给算计进去的？那你又是如何猜中我的算计的？自然是因为殿下对安乐知无不言了。任安乐，自从你打着3万水师进京求聘的旗号，便每一步都踏在我的计划之上。这也都算是巧合吗？与其说是巧合呢，倒不如说是缘分吧。你到底为何而来？哼，安乐千里迢迢献上3万水师，自然是为太子殿下而来的呀。我不管你从何处来，但我知道，你本性纯良，心怀大义。我会帮助你站到你想站的位置，也相信你会是个治世良臣。太子殿下总觉得自己将安乐看得一清二楚，却从来不肯正视自己的内心。殿下说自己对安乐从未动过心，安乐偏偏就不信。我要赶紧回京了，要让我未来的公公看看他未来的儿媳才是。去。任安乐，你翱翔9天之翅，不该折在我的手里。话说那任安乐与太子联手，屡破大案，江南赈灾之行，更是传为佳话。那日灾民齐聚望江楼，眼见赈灾官兵恃强欺弱，不有一女子站了出来，用长剑将盛着馊水煲汤的木桶一劈2半。这女子何许人也呀？竟南任安乐。若是有一日我对殿下也拔刀相向，殿下又会如何？任安乐，疑人不用，用人不疑。我愿一直信你。小姐，这2日你不在，这京城可是热闹得很。怎么了？这一夜之间呀，您的名声就传遍了整个京城，比咱们出进京求嫁太子的架势还要威名赫赫呢。而且有传言说，这穆天府之行啊，您十有9功。咱们小姐自然是了不起，只是到底是什么人在催动这些声音啊？肯定不止一人。除了骆大人，还能有谁？太子。是，太子如今对小姐的事情是渐渐用心。甘露时雨，不思一物，万民之主，不阿一人。他的确是个很好的储君，只可惜如今我只是任安乐。小姐，你现在是不是对太子殿下有情了？苑琴，你还记得你闯入晋南大山的那日吗？记得。若不是小姐，苑琴早已冻死在山里。你要永远记得那一日，除了你自己，没有人能帮你记住过去。如果没有了过去，也便成不了如今的我们。方才那些话，以后别再说了。苑琴记住了。骆明熙，恭喜你啊，安乐。
如今这朝堂之上，半数人已经受你恩泽，再加上这江南，也终于落下我们的棋子了。是我和寒夜，还有大家不知道的你。此去江南，有何收获？我随着那个荷花坠子一起去找到了一名叫做钟海的旧士身上，可惜时间过去实在太久，他已经下落不明了。但是在钟礼文家中的花瓶当中，确实找到了8万名将士的名录，还有10余名幸存者，他们的名字都被圈出，其中便有钟海。看来这个钟海至关重要，我会派千月阁全力追查。阿乐，如今朝堂之上，半数已经是我们的人，不参选太子妃也可以。我父亲曾经对我说过，若是想掌控天下，无非手握权柄还有民意。当弟子缘化身为任安乐，本就是以身为饵。若我不入漩涡之中，又如何能让京城流言四起？待到始作俑者放松警惕，他才会露出马脚，我才能接近真相。可我怕你深陷其中，忘了复仇。寒夜治理江南水患，无论是他的胸襟还是智慧，都当得一个好储君。但灭我8万将士，还有灭我9族的人，正是韩家。他是寒夜。明白就好。朕跟你说的是太子选妃一事，你却跟朕说任安乐。既然陛下已记住了解此事，也该知任安乐之功。你知不知道，在你来之前，已经有刑部尚书和古云年为其上奏请功了。他为做太子妃而来，这一路上，却将古云年给得罪了个干净。无论他是否只求嫁于你，这个女子都必然不简单。朕已经允许她入选太子妃，以后她就是你的人了。你可把她给朕看好。臣谢过陛下，但臣还是想说，臣非……打住！朕今晚赐宴，有什么话就当面跟任安乐说吧。殿下，殿下，殿下，你看不见我了吗？来，任大人，敬你一杯。骆大人，分金离股的手法刑部用的如何了？任大人的手法果然好用，所以呢，我连夜上奏，希望与任大人在朝中结为同僚，不要被儿女情长耽误了自己的前程。可是怎么办呢？我这个人心里就只有儿女情长，看来是要辜负骆大人的一番好意了。再说太子选妃一事，毕竟是我提出来的，如果我事先退出的话，岂不是就给别人做了嫁衣了？对吧，太子殿下？太子殿下，你平时还说我如此饮茶呢，怎么如今自己如牛饮水了？任大人，恭喜呀！哎呦，侯爷都来恭喜我了，实在是不敢当。任大人太谦虚了。试问坐下各位，有多少人没有尝过你的手段？我看看啊，哎呦，就差侯爷您了。您可得谨慎点才是，别哪天您就领教到我了呢。任大人屡屡立功，怎么也有本侯的功劳啊？侯爷说的正是，如今古奇善还有钟礼文都成了我的垫脚石。说到这里啊，我就不得不跟侯爷对饮一杯了。
还有一杯，就预祝您的女儿可以成就我的太子妃。哦。然乐，这毕竟是在正殿之上。那又如何？反正都已经撕破脸皮了，倒不如就让他狗急跳墙，说不定还能有点收获呢。罗大人，来。到了。都怪殿下不会喝酒，也不会替安乐挡酒，害安乐醉成这个样子。你没醉，别装了，快起来。殿下不也一直都在伪装吗？然乐，你以后别再用太子妃之位当借口了。借口？我跟殿下一起经历这么多，你还是这么认为的？虽然我是输给了先皇的遗诏，但我并没有输给弟子园。无论你怎么说，他如今快要下山了，我们二人必须恪守礼节。那是谁？那人在江南客栈说什么10年殿殿皆成过往的？我今后日日得见子园，殿殿自然皆成过往。没想到殿下也会说这种赖皮话。然安乐，我必须信守承诺，护他周全。啊！我不听。去刑部。是。殿下深夜到访，为何不知会一声？以我们俩的交情，我就不能是不请自来？情能转浓，也可以渐淡。殿下跟我是哪种，却未可知了。在江南的时候啊，我就在想，你要是跟我在一起就好了，那些烦心事儿都能找你聊聊。如今能跟殿下说知心事的，不还多了个任安乐吗？唯独是他，绝对不可。为什么？他又不了解10年前的那些往事。但任安乐冰雪聪明，一点就通，他怎么会不了解？倒是太子殿下你越是坚决，就越让人觉得心虚。我没有。你有。骆明熙，我只是欣赏他的为人和才情。你不也是一样？原来太子殿下今日来找我，是想问我为任安乐请功之事。我就是在想，你为何对任安乐也如此上心？这个也用的倒是巧妙。我就是好奇，你在朝中从来不偏倚，不结党，特立独行，什么时候和他走这么近了？我之前跟殿下说过，请你把他让给我。你是说你的刑部？因为我也是孑然一身。不知从何时起，我总是揣摩不透你的心思。你看，你嘴上说要娶弟子园，但心里却不愿我和任安乐亲近，这又是为什么？
殿下，你又重话了。没想到我们的太子殿下也会近乡情怯。我只是许久未曾见过他了。相逢即是圆满。温硕，也先恭喜殿下了。只是你和安乐姐真的就止步于此了吗？我虽然一直没见过你说的岱山那位，但听你的形容，我觉得跟安乐姐更加贴切啊。可惜。还有什么别的消息？哦，殿下，选妃的消息一出，各家的闺秀们竞争得更加激烈了。凌香楼的盘口花样百出，越开越多，有投什么赵将军的女儿。子言若是下山，必会成为众矢之的。这任安乐劝陛下让帝家孤女下山，有何居心？此事必有蹊跷。任安乐一向不按常理出牌，侯爷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浑水摸鱼嘛，这水越浑才越好。帝家孤女绝不能下山。小爷，当年你我奉旨查抄帝家，帝家孤女都是看着的。若是他这次回来，肯定会找我们复仇。一介孤女，翻不起什么大浪。更何况现在不希望她到此地的，不止一位。陛下松口了，太后娘娘也不会轻易让她下山的。侯爷啊，静观其变。我看朝中有许多人举荐令千金，说不准这侯爷府要出一位太子妃了。调侃我？哼！太子选妃乃是朝中头等大事，我府现在处于风口浪尖，稍有不慎那就是登高跌重。这群没眼力见儿的，还在不断上奏。令千金是众望所归，侯爷何必唉声叹气呀？让他们不要再奏请忠义侯之女为太子妃了。记住，不要一听全听，要循序渐进。是。子安，只要我活着，帝子元就不能下山。既然他要下山，那他就不能是帝子元。殿下，陛下有旨，帝子元改名帝承恩，方可下山。什么？帝子元改名帝承恩才能下山啊？帝子元下山乃慕天恩，因而自即日起须得改名帝承恩，以奉皇室恩典。为何要如此折磨子元？殿下，你觉得帝小姐她不会改名？10年前的那桩旧案，子元他断不可能认为自己是承慕天恩的。殿下，你这是要去哪儿啊？进宫见陛下，他怎能如此折辱子元？殿下，这不只是皇上的旨意，也是太后的意思。殿下，你现在触怒陛下，子元小姐的处境只会更加艰难。让我一个人静一静。杀人诛心，他这道旨意下得真够决绝的。
看来我们还是把韩仲远想得太善良了。雷霆雨露，俱是君恩，不必生气。你若果真心如磐石，我倒可以放心许多。那你可以放心了。诛灭9族都已做了，留下遗孤当然是恩赐，能够换个名字下山，当然是莫大的恩赐。够了，安乐，我了解你，你断不会对仇人逆来顺受。子渊，10年未见了，你过得可好？我知道以你的性格，绝对不会改名下山。我可能一生都不会再见你。希望你在岱山能够安好。不对。也不对，日也下棋，夜也下棋，烦死了！这有什么好学的？棋你是必须要学的，毕竟他棋艺高绝。可是我不喜欢下棋。既然今日不想下棋，那我们改日再下。母亲，今日我听到了4声鸟叫，为什么只有3只鸟？有一只飞走了。不过也无妨，多一只鸟，少一只鸟有什么关系？这已经是我绣的第590只鸟语，也不知绣到何时才能逃离这方天地。山上的那位假的弟子员，如若他一口应下，别人怕是会起疑心。你叫我子渊，我当叫你明熙哥哥。如若不是因为你当初将我送到靖南，就不会有如今的任安乐。山上那位本来就是可怜的绅士，又因为我被囚禁10年，为了能生存下来，换了一个原本不属于自己的名字。我不能因为一己私欲就毁掉他的一生。我们应该让他下山，我们应该让他恢复自由之身。真的是他的自己，一并帮我包起来吧。好嘞。这本书我要了。啊，殿下，这本书对我来说有特殊的意义。你可以换个别的吗？我都应你。换别的吗？殿下总允诺安乐看不上的东西。我们安乐寨的规矩是什么？想要的东西必须买到，买不到的东西强也要抢到。所以这本书我要定了。这金子你是要还是不要，就随你了啊。要。安乐姐，这本书对殿下大有用处，我们可以给你2倍的金子。你当我们穷啊？任安乐，你若是真的喜欢，我手抄1份于你，可否？那可也不是不行。但是太子殿下，你必须得告诉我，你为何非要这本书不可？这是子元父亲的遗物，我挑出来要送给他的。看来是送给情敌的，
那我就更不能给了。哎，拿来！有本事殿下自己来拿。沈安乐，别胡闹！殿下可要接吻喽！这下我看你怎么接。掌柜的，对不住了。你俩别笑了，赶紧收拾残局吧。走吧，走。然乐，你听我说，我知道你是重情义、明是非之人。此书上有子元父亲的手迹，现在陛下下旨，让子元改名才能下山。若他最终决定不下山，也可作为一时慰藉。可是我听闻太子殿下在这10年间往岱山上送了不少书籍呢，万一他都已经懒得翻，看都懒得看了呢？他不会。你就这么笃定啊？因为子元尚且年幼时，便已胸藏锦绣。那可是在岱山上关了10年禁闭呀！这要是我，别说翻书了，我连话都懒得讲。你不是他，自然不能理解他。殿下聊起弟子园的时候，是最无趣的时候。他要是能不下来的话，那我可是占了大便宜。不如这样吧，他若不来，我便物归原主，如何？咱们就看看他来不来。贵宾2位。真是您的自己，父亲，我必为帝家洗清冤屈。终于要下山了，10年的清寒，除了太子殿下送来的东西，都没有需要带下山的。太子也就会送一些古书、典籍什么的。最需要带下山的，是你。你真的要下山吗？你这是什么话呀？是陛下亲自下旨，引我回京。陛下的圣旨中不止这一道旨意。陛下圣旨中言：下山入京乃慕天恩，自今日起改名承恩。那又如何？既是天子恩典，我当然要承恩。承恩，帝承恩，是个好名字。弟子原乃太祖赐下的卿士之名，如今被弃若敝屣，叫世人该如何想？因为这个名字享誉的是他，受苦的是我，我为什么要对他视如珍宝？母亲，我终于自由了，你不为我高兴吗？帝家满门抄斩，绝不会承慕天恩。帝家就算死光了，和我又有什么关系？造反本来就是要灭门的呀！帝子元10年前就该一起被处死，他能活10年，那就是天恩浩荡。若没有帝家和弟子元，你现在还只是个流落街头的乞丐。是，那年我才8岁。8岁以前的弟子元是天之娇女，我却没有吃上过一顿饱饭。我当时年纪小，什么都不懂，以为一顿饱饭就是世上最珍贵的东西，哪里知道10年之间被囚禁于岱山之上，日日夜夜除了云海，就只有你。母亲啊，犯了罪的人尚有被释放之日，我不过是贪恋了一时的温饱，就该失去一辈子的自由吗？
我去拿药。安乐太过善良，同意假弟子元下山，但那姑娘下山之后，必然会有更多破绽。我们绝对不能有懈怠之心。让千月阁给木青送信，那姑娘可以改名回京城，但务必让她给我看紧些。是，大人。木青，第一次见你的时候，我记得是一个夜晚，你迎着光朝我走过来，我当时真的好开心。在不知道前方道路的山上，有个人跟我作伴。虽然你不怎么跟我讲话，但是我知道你是好的。每次惹你不高兴的时候，我都会穿上这件衣服，因为我穿这件衣服的时候，你第一次对我说了2个字：好看。虽然我知道，只是因为这个颜色，帝子元喜欢。我陪你一起下山。木青，我就知道，你不会真的不理我的。霭霭庭云，蒙蒙时雨，八表同昏，平入一组。殿下，你画的不是帝小姐吗？怎么这眉眼竟那么像安乐姐呢？这么些年过去了，也不知道她和10年前有无变化。这么多天都没有消息，她大概是不会下山了。殿下，帝小姐决定改名下山了。殿下，殿下这是高兴她下山，还是不高兴她改名啊？她愿意下山，我自然是高兴。只是这么大的折辱，她竟生生的咽下了。我一瞬间仿佛有些不认识紫渊了。如果10年前帝子元没有被带上岱山，那现在和殿下并驾齐驱的就是她，而不是安乐姐。但她现在已经改名成帝承恩，这帝小姐嘛，多半是废了。荒唐！你从小锦衣玉食，如何能懂得在岱山被囚10年之苦？
紫渊这个名字，从来都不只是太祖赐下的荣耀。这个名字属于他，被融进他的骨血里。就算是陛下，也不能真正剥夺。10年前，韩家灭了帝家，剩下唯一的孤女，为何要让她改名下山？你们一个两个都向着外人说话，都为了外人来忤逆自己的亲生父亲。有些事情，朕非要插手不可。朕知道你日日喝醉酒后就去靖安侯府，那是罪人的府邸，以后不准去了。若是我偏要去呢？您还能下旨将我囚禁起来？朕已经下旨，将那里改为刑部大牢。就算你是公主，也不能随意出入。陛下不可，这让紫渊情何以堪？您已经下旨让他失去了名字，对他已是莫大的折辱，为何还要如此作践他的家？朕让他安然下山，已经是最大的恩赐。陛下，求您收回旨意。为了一个罪人，低三下四，你还真是朕的好女儿。哼！很快，他就会是这儿的新主人了。他不住这儿。今日韩仲远召我入宫，说科考舞弊案办得很好，所以赏我把这儿变成刑部大牢。这个韩仲远想的还真是周到。改名帝承恩是第一道折辱，把靖安侯府改成刑部大牢是第2道折辱。这韩仲远还真是个念旧记仇之人。巧了，我也是个念旧记仇之人。今晚我之所以到这里来，就是为了要再次提醒我自己，千万不能忘了当年的灭门之恨。不让我来，我偏要来。子渊，小时候我在这儿失足落水，你救了我，没想到造化弄人，现在池塘里的水接近干涸，而你甚至连名字也变了，你要改名叫承恩。这里也要变成了大牢。韩家对帝家可谓赶尽杀绝，为何两家会有如此深仇大恨？这靖安侯府，这一草一木，一瓦一石，我都无脸拜祭。可是我又怕我战死沙场，忘记了这些噩梦一般的往事。安宁，太子哥哥，安宁，不要再忤逆陛下，陛下生气，你也会受伤。帝家满门被斩。就在这靖安侯府，子渊亲眼目睹了这一切，我不敢想，却也不敢不想。
每次都要喝醉了才来这里，假装这是一场梦。我知道，也记得，你在西北战场是勇敢的将领，回京后却只能夜夜笙歌，日日宿醉。你不必如此。我来这里，就是为了提醒自己不要忘记，当年在这片池塘，紫渊救过我。那样的紫渊，是不会轻易变成帝承恩的。也许是，但是在岱山被囚禁10年的滋味，我们无法和他感同身受。我宁愿他在岱山之上，起码大晋会和平，紫渊也会安全。阿宁，紫渊下山后，我会竭尽全力履行承诺。何人在此？是安乐。太子殿下找安乐，安乐这不就来了吗？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？谁说我是一个人啊？快！洛明熙，这深更半夜的，你俩在这儿干嘛呢？深更半夜，花前月下，孤男寡女，还能干嘛？自然是聊公务了。聊公务？嗯。大理寺环境还不够好，你们2位还要来此处聊公务？这静安侯府马上就要变成刑部大牢了，所以我提前过来看看哪里适合安置刑具。任安乐，我怎么不知你还关心刑具之事？唉，既然都已经被太子殿下给看穿了，那我便从实招来吧。其实，我此番前来，正是因为帝子园。这里可是大名鼎鼎的静安侯府，帝子园住过的地方。苑卿曾经对我说过，知己知彼，方能百战百胜。所以我就是想过来瞧瞧，这帝子园到底是何方神圣，能够让你们如此念念不忘。你，从来都不跟我讲帝子园的事情，所以我就想起来太子殿下跟我说过，在这京城之中，还能够关心帝子园的，就是洛明熙啦。唉，我此番把所有安乐寨水牢里的机关刑具一一都告诉了洛明熙，要不是因为那帝子园马上就要下山了，我定能谈一个更好的条件。嗨，安乐，你想知道紫园的情况，尽管来问我嘛。我可是重金押了你当太子妃，怎么会不帮你呢？早说嘛！任安乐，我不管你来侯府有何目的，以后都不要再接近此地。若被有心之人利用，我怕我护不住你。哦，那这下好了，京城里2个最了解帝子园的人都在这儿，你问他们吧。我先走了。哎，收了我的礼，哪还有先走的道理啊？你看，月亮这么圆，太适合一起喝酒了。走，安宁。好，走走，喝酒去。干！来啦，再来。紫园性情率真，和你很是相似。要是有机会，你们一定能成为好朋友的。那他如果看到我跟太子殿下如此相亲相爱、如胶似漆，他不会吃醋啊？是同舟共济，肝胆相照。感情因为我抢了殿下本书，殿下还记仇呢？
那书你也知道，并不普通。殿下赚个弟子园，我只赚本书，亏还是我亏。哎，我来。多谢骆大人，既然有酒有菜，不如玩点小把戏助助兴，如何？什么把戏？既是肝胆相照，等琳琅姑娘琴音一停的时候，这朵花落在谁手上，谁就诚实的回答一个问题。若是不回答的话，就得饮酒一杯，如何？不可。有何不可？你不能喝酒就不喝好了。就是，那快开始吧。来吧，小琳琅。还给你。就是你了。太子哥哥。殿下，我就知道这冤大头铁定是你。太子殿下，那我可提问了啊！既然这弟子园被灭了9族，为何你还要坚持娶她做太子妃啊？哎，这个我知道，我来替哥哥说。大晋建国前，帝家家主帝胜天拱手相让半壁江山，先皇为了巩固帝韩联盟，传位遗旨里确定紫渊为哥哥太子妃。来吧，继续，继续吧，继续，快。太子殿下。又是你啊，太子殿下！那我就再次提问了。既然太子殿下非弟子园不娶，那一是不是为了先皇的遗诏？那二就是为了替韩家还帝家的情啊？殿下，殿下，你不能喝酒。殿下，太子哥哥不善饮酒，我替了。继续，快，继续，开始。给我，殿下。终于到你了，我来。安妮啊，你为何不希望弟子园下山啊？这天下人都知，帝家对韩家有恩，却不知这韩家对帝家有亏。安宁，殿下，将军他沉郁已久，你让他发泄一下。安乐，你不知道吧？当年帝韩两家曾打赌，谁的兵马先抵达帝北城，谁便称帝称王。你猜？谁先到？是帝家，是帝家赢了这赌局，却还是把这江山让给了韩家。你说，这帝家怎么可能会谋反？可是咱们的陛下却一意孤行，将8万帝家军和那帝家满门通通杀尽。安宁，够了。唉，如此血泪交织的往事，看来太子殿下一生都无法忘记弟子园了。他毕竟是帝家唯一的血脉，也是帝韩结盟
化解仇恨唯一的契机。可是太子殿下，你有没有想过，这个弟子园过了那么多年，说不定他早已经不是当年的弟子园了。要么他回京呢，就是另有所图啊。这弟子园是我见过京城最恣意洒脱的女子，即便她改了名字，也会有人记得。那又如何？那我任安乐也是这世间罕有的女子。再来，来吧。哎，等一下，任安乐，这绢花次次由你起头，是不是太不公平了？那你来好了。殿下。喂。骆大人，骆明熙，是骆大人。哦，骆大人，问吧。你为何总与任安乐一起出现在凌香楼？对啊。这个我知道。咱们这骆大人啊，看起来冷酷无情，可是他这心里啊，却惦记着咱们的小琳琅。骆大人，我没说错吧？嗯，难怪梅丸姑娘总是那么难请，是早已梅花有主了。骆大人，你原来喜欢琳琅？我可以向陛下请旨，为你赐婚。我的婚事就不劳烦殿下操心了，您还是快点选您的太子妃吧。对了。琳琅姑娘，这几坛酒就先存这儿了。为了骆大人的姻缘，我们以后会常来的。小姐，你们这场酒，这韩家人喝的就不羞愧吗？再一想承恩的名字，好了，他们俩都很难面对改名帝承恩下山这件事。也好，这是第一个真正属于他自己的名字。小姐，您好像很联系大山上那位。安乐寨虽然潦倒，但是我备受大家疼惜，并不知被囚10年是何滋味。可他若抵京，那小姐你不必担忧，他所求的不过是一份安稳人生。可惜在这京中，他怕也只是无根浮萍。倒是你们，以后不免会遇见他，可记着别露出破绽，也别显得轻慢。那是自然。这套剑法是紫园教我的，练他教的剑，喝他爱喝的酒。眼看他明日就要进京了，我却不敢相见，我真懦弱。其实我不是怕他回来，是怕看见他，怕不知如何安放我内心的愧疚。生在皇室，本就很多身不由己，属下能理解，相信帝小姐她也会理解的。紫苑真的能理解我吗？她真的不憎恨我吗？
哎呀，这雨可真大。殿下，哎，我做的功课要不要看看？先放着吧。哦，我听说，若不出意外，帝小姐明日便能抵京。殿下是在担心她夜雨行路吗？不，即便天时地利，只怕人也难合。子渊，到了京城，会有什么样的惊涛骇浪等着你呢？这京郊风光真好。我听说，西北大漠每夜都有雁鸣，南国水乡清晨就能听到船歌，京城更是繁华热闹。听说每次过节都会放烟花，烟花绽开的声音更是动听。这些都是我自殿下送我的书里读到的，可是我每日只能在这一方小院里听自己弹奏的琴音。但是这里有我陪在你身边。是啊，还好有你陪我。承恩，到了京城，你还需要我的陪伴吗？进城干什么的？官爷，我是来走亲戚的。走吧。谢谢官爷。二位，通关文牒。我是岱山上下来的，名叫帝承恩。稍等。过了城门，我们就算进京了。过了这道城门，我此生便绝不会回岱山了。京城有诸多险阻，不适合你长期居留。不是只有我，是我们。我们要一起长长久久地留在这里。大人，帝承恩已入京，他住在陛下安排的远水阁里。不住在宫里也好，方便我们行事。还有他身边那人，我已10年未见，看来该抽个空跟他叙叙旧。是。两位姐姐，这被子是不是过于单薄了一些？还有，这房间里什么都没有。这原本就是给下等宫女在宫外的住处，往日都是几人连成一室，只得一张床铺。现如今给小姐收拾成这样，也是太后娘娘的恩赐了。啊，是承恩妄言了。烦请二位姐姐回宫后，替我向太后谢恩。一个罪臣之女，还真以为自己被放下了山，就飞上枝头变凤凰了。估计啊，还在做着太子妃的美梦呢。母亲，这一路走来，你可听到旁人都是怎么说我的？他们都说我是凭太祖遗诏入选，太子殿下对我并无过多挂念。我早就说过了，岱山下的惊涛骇浪，不是你能承受得了的。
我不信，殿下每隔3月都会给我送来礼物，10年间从未间断。殿下明明那么盼望我归来，殿下等的从来都不是你。母亲，我是把你视为最亲近的人，才对你说这些真心话的。可是你却每次都要害我伤心。只要你听我的话，我会护你无虞。帝小姐，刑部尚书骆明熙求见。叫他进来。母亲，听说这骆明熙10年前是帝子园的贴身护卫，跟他寸步不离。你说我该不会被他识破吧？只要你把我说过的话都记在心里，不会有事的。明熙哥哥，承恩。明熙哥哥，久别重逢，我们竟有10年没见了。是啊。快坐吧，我给你泡茶。好。你这房间也太过简陋了。到了秋冬的时候，京城会非常冷。待会儿我派人拿些暖和的衣服和被褥给你送来。已经很久没有人对我这么好了。你我从小一块长大，就像亲兄妹一般。若不是那道旨意，我还以为我们会一直留在京南呢。13年前，先皇遗旨钦定我为太子妃，父亲送我入京。你不放心，便陪我一起来了京城。那个时候我年少意气风发，第一次见到太子殿下，便跟他大打出手。哎，你还记得当时是因为何事吗？为我举办的宫宴上，殿下姗姗来迟，出言与你挑衅。明熙哥哥，你还赢了殿下一招。是啊。那个时候我还以为我会跟他是一生的宿敌，但不想他以后一得空便来建安侯府，到桂恩阁找我比试，我们也算不打不相识了。明熙哥哥，你记错了。哦，你住的是秋水阁，我住的才是桂圆阁。哦，对，我记错了，时间太久了也记不太清楚了。不过还好你都记得。这10年，我也只能日日温习那些前尘旧事，方能度过那些难熬岁月。委屈你了。不过你如今已经回到京城，也算是皆大欢喜了。承恩啊，不必再送了。如今京城危机四伏，还是少出门为好。明熙哥哥，你会常来看我吗？这京城里，我就只有你一个亲人了。你的侍卫看起来倒是挺忠心的，有他陪着你，我也放心很多。是，穆青对我一直很好。那就好。明熙哥哥慢走。
你干嘛？属下只是想看清将军脸上的表情，才能为将军分忧。就你这张不苟言笑的臭脸，还想为我分忧？那将军喜欢这里的哪一张脸？属下可以换。将军喜欢这样的？不喜欢。那这样的呢？看来为将军分忧，属下做到了。行了，少在这儿丢人现眼了，走吧。那这位故人，将军不见了？看到他过得好，我也就放心了。你可还记得，你何时开始效忠我骆家？属下生来便是骆家死士。那你上山时，年岁几何，又终于何事啊？上岱山时，属下16，岱山之上，守护小姐。是监视。是监视小姐，属下日夜不敢忘。16岁，是个情窦初开的年纪。大人说笑了，属下心中只有骆家。你从小就在我身边，我知你成熟可靠，但是他关系重大，若出半点差错，影响大局，我也只能杀了他。属下多年来时刻谨记大人指示，他如今学弟小姐，已有8、9分像。那你可知道，今日他下错一次？